库泰科25号超级电能块 SE 总共有2个 C 口，还有一个 A 口。C2 口有一根自带线，它是一根编织线。整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有120瓦。下面的内容我会对它进行各种测试，还有拆解。25号 SE 的侧面有一个物理按钮，按一下，屏幕显示的是剩余电量，再按一下，显示的是当前功率，再按一下，可以关闭显示。双击这个按钮可以进入小电流模式，而且在功率和剩余电量的左下角会显示小电流模式的图标。25号 SE 3个输出口，最大的输出功率有120瓦。快充协议扫描的结果是 C1 口的 PD 协议最大输出是100瓦， C2 口的 PD 协议最大是小米的 PD 120瓦。 QC 2.0 3个口都是支持的， QC 3.0 只有 A 口支持。然后苹果的 2.4 安协议、 BC 1.2 协议、华为的 FCP、 SCP 还有三星 AFC 3个口都支持。这张图表是协议扫描结果的汇总，并且展开了详细的参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截图保存。如果 C1 口连接的是小米6安的充电线，也是可以激活小米 PD 120瓦的。展开以后能够看到120瓦的输出选项。我在做边充边放测试的时候发现，在充电的状态下 A 口能够扫描出这些快充协议，而且我让 A 口输出3安的电流，输入会稍微大一些。看功率，输入比输出大几瓦的功率。然后我把输出的电压提高到9伏，结果输入电压也跟随提高到了9伏。而且不管我如何改变输出电流，输入总是会大那么一点点。这说明 A 口的放电功率全部是由输入提供的，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功率在给电池缓慢充电。我保持 C1 口充电，在 C2 口扫描出这些快充协议，但是没有 PD 协议。如果先激活 PD 协议放电，然后再接入充电器， PD 协议的最大功率会被限制在45瓦，而且和 A 口一样，改变输出电压，充电的电压也会跟随改变，但是最高只能够到15伏。把输出电流提高到 3.2 安，输入的电流还是会稍微大一点，保持小功率给电池充电。现在我把充电口换到 C2 口，在 C1 口上扫描出这些快充协议，同样也是没有扫描到 PD 协议，但是先让 C1 口用 PD 协议放电，然后给 C2 口连接充电器，同样的会限制 PD 协议的最大输出功率在45瓦，充电口的电压依然还是跟随输出口变化，最高也是只能够升高到15伏。把输出电流提高到 3.2 安以后，在输入口电流依然还是会更大一点点。虽然在充电状态2个 C 口都没有扫描到 PD 协议，但是25号 SE 只要连接上 PD 协议的用电设备，不管谁先接入，只要进入了边充边用的状态，用电设备都会断开连接，重新分配功率变成 PD 45瓦，而且输入功率总是会比输出功率稍微大一些，保持一个小功率给电池持续充电。我在准备给25号 SE 做放电测试之前，会选择一个放电功率，
我的这台 MacBook 它的电池是没有充满的，我们用它在视频剪辑回放还有同时充电的功率功耗做一个参考。你可以看到，把25号 SE 接入供电以后，它的功耗只有10几瓦。然后我启动多轨道视频剪辑回放，电力的需求会急剧增加。在10几秒以后，电池充电也加入了电力消耗。这个时候，电池的电量只有 81%， 距离充满还有1个多小时。你会发现，大多数时间的功率都是在50到65瓦之间，偶尔会突破到80多瓦。那么它的平均功率大概就是60瓦左右。所以放电测试，我们选择它一半的功率，也就是60瓦来做持续放电测试。在后面的放电和充电测试，我会用福禄克的热像仪同步记录25号 SE 的发热情况。现在环境的温度有22度，放电的起始电量为 100%， 放电的电流设置成3安，放电的电压设置成20伏。现在放电的功率是60瓦，我们等待放电结束。电量 0%， 放电已经结束，我们看一看放电的数据。放电前面的很长一段时间是60瓦的功率，它一直维持到了1小时12分钟。后面这段功率降低到了15瓦，它可能是因为温度升高，也或者是因为电量太低，发送了降功率的请求。在红外热像仪的画面里面，能够看到温度上升是比较平缓的，最热的位置是在 C 口插头的位置，最高的温度只升高到了 46.5 度，手摸起来只感觉到温热，电芯是一直处于安全温度之内的。它在降功率的时候，我看到剩余电量还有 1%， 由于我用的是测量仪来触发输出，无法应答降功率的要求，所以被强制降低到了5伏，但是电流并没有改变。这最后的 1% 的电量以15瓦的功率输出，从1小时12分钟持续到了1小时32分钟，它彻底没电了。这个时候总共放出了 77.66 瓦时的能量。25号 SE 标注的额定能量值是 88.2 瓦时。粗略的计算，估计它的放电转换效率平均值大概是 88.05%。最后的结论是25号 SE 是可以稳定给笔记本电脑供电的，因为大多数的笔记本电脑平均的工作功率只有10到30瓦左右。现在我们给25号 SE 做一个充电测试。我这里现在环境温度有17度，我们从 0% 的电量开始充电。还是老样子，用记录仪记录整个变化过程。刚开始充电功率只有85瓦，这对于电量很低的电芯，用小功率会有助于保护电芯的健康。注意看，随着电量逐渐升高，功率也在慢慢增加。其实初始功率85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功率了，因为很多笔记本电脑平均的工作功率也只有10几瓦而已。现在电量已经100%，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空载电压是20伏？刚才大功率充电的时候电压只有 19.7 伏，这其实是充电电缆上有功率损失造成的，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当你看到充电功率只有90多瓦，千万别奇怪，这不是25号 SE 吃不了100瓦，而是这100瓦没有全部传送过来。充电最初的前16分钟，功率逐渐上升，最大达到了93瓦，但是电压只有 19.7 伏，这就是刚才说的在电缆上损失了能量。随后它执行了温度控制，功率降低到了58瓦，一直维持到接近充满。在红外热像仪的画面里，能清晰地看到温度并没有无限制的上升，
最热的地方在 C 口插头的位置，最高只达到了 40.3 度，其他的地方都是低于这个温度的，手摸起来几乎感觉不到明显的发热。这个温度控制可以让25号 SE 一直处于安全的状态。在1小时07分钟以后，功率开始下降，逐渐完成充电，最终彻底充满用了1小时50分钟，充进去了 93.99 瓦时的能量。它标注的额定能量值是 88.2 瓦时。粗略的计算，估计它的充电转换效率平均值大概是 93.8%， 这也是它充电为什么不怎么发烫的原因之一。下面的测试会完整的记录每一个档位的纹波还有极限电流，测试的最后会汇总数据。如果你不想看每个档位的纹波波形还有具体数据，可以快进到数据汇总的部分。现在测量的是 C1 口，目前的档位是5伏3安，纹波波形整体在上下跳动，是外界的低频干扰。这个部位不规则的波形是外界的高频干扰，只有这个近似三角波的波形才是电感充放电经过电容滤波以后的纹波，所以这个档位空载的纹波大概是5毫伏，满载的纹波大概是10毫伏，极限电流是 3.5 安。9伏3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是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是20毫伏，极限电流 3.4 安。12伏3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25毫伏，极限电流有 3.5 安。15伏3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25毫伏，极限电流也是 3.5 安。100瓦功率输出的这个档位，也就是20伏5安，空载纹波大概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76毫伏，极限电流有 5.5 安。9到15伏3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22毫伏，极限电流有 3.3 安。15到20伏5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80毫伏，极限电流 5.5 安。给 C1 口连上小米6安充电线，可以激活120瓦输出。现在是5到11伏6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35毫伏，极限电流 6.3 安。5到20伏6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100毫伏，极限电流 6.3 安。现在测量 C2 口，目前的档位是5伏3安，空载纹波小于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是3毫伏，极限电流是 3.5 安。9伏3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小于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5毫伏，极限电流 3.4 安。12伏3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小于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6毫伏，极限电流 3.4 安。15伏3安这个档位，
空载纹波小于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5毫伏，极限电流 3.5 安，20伏5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小于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20毫伏，极限电流 5.5 安。小米协议的5到11伏6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小于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10毫伏，极限电流有 6.3 安。小米协议的5到20伏6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小于5毫伏，满载纹波大概16毫伏，极限电流有 6.3 安。现在测量的是 A 口，目前的档位是5伏3安，空载的纹波大概10毫伏，满载的纹波大概30毫伏，极限电流 3.5 安。9伏2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10毫伏，满载纹波大概33毫伏，极限电流 2.3 安。3.3到10伏 2.25 安这个档位，空载纹波大概10毫伏，满载的纹波大概38毫伏，极限电流有 2.6 安。这个表格汇总了纹波还有极限电流的测试数据。3个口在空载和满载的纹波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多数时候低频和高频的干扰信号会把纹波淹没掉。对于充电来说，25号 SE 的纹波是足够小的，而且它的极限电流都能够超过额定值，也就是说每个档位都能够足功率的输出。如果实际充电功率没有达到最大值，也别奇怪，因为最终决定实际充电功率的是手机或者电脑的充电管理程序。刚才我们做极限电流测试的时候，已经验证过了3个口独立输出都能够超过最大值120瓦和 22.5 瓦的极限功率。不仅如此，多口输出也能够轻微超过额定值。多口同时输出的总功率额定值是20瓦。你看，现在是 C1 和 C2 口同时输出，2个口的电流都超越到了 2.2 安，总功率达到了23瓦。然后是 C1 口和 A 口同时输出，也能够把电流超越到 2.2 安。最后是 C2 口和 A 口同时输出，电流也是能够超越到 2.2 安。它们的总功率超越到了23瓦。在3个口同时输出的时候，我让 A 口输出 2.5 安， C2 口输出1安， C1 口输出 0.5 安，总电流比额定值4安稍微大一点，让总功率超越到了22瓦，依然是可以正常输出的。然后把 2.5 安的电流换到 C2 口，可以正常输出。最后把 2.5 安的电流换到 C1 口，也能够正常输出。所以3个口的电流可以自由的调度，只要总电流不超过4安就能够正常工作。现在我让3个口同时给手机充电，只要有接口接入或者断开，其他的端口都会重新握手。在3个口充电功率稳定以后，能够看到总的输出功率还是能够超越到22瓦输出的。总之，单口和多口输出所有的档位都是能够足功率输出，剩下的就是看手机和电脑的充电管理程序会让它吃进去多少功率了。酷泰科25号 SE， 它的整机重量有539克。C2 口的这根线长度有15厘米，这个插孔
仅仅是一个固定装置，可以让这根编织线作为手提的绳子。它固定的力度还是足够大的，像我这样的冲击力是不容易滑脱的。整机的长度有160毫米，宽度有81毫米，厚度有27毫米。想要对25号 SE 做无损拆解是很困难的，面盖一周都有逆向的卡扣，越翘越紧，再加上壳内有很多的胶水填充，只要开盖一定是会损伤外壳的。面盖的这个截面是电池的区域，这个位置的壁厚有 1.6 毫米，它有足够的厚度还有硬度来保护电池免受撞击。在 PCB 的区域，连接器还有体积较大的元件都有打胶固定，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由于跌落导致的内部损坏的概率。虽然显示屏是 LED 的断码屏，但是简单可靠，故障率低，而且低成本也能够降低它的价格。在电池的区域有很多有弹性的胶水，把电芯、温度传感器还有均衡充电的电线给固定住了。日常使用的那些震动和跌落是无法改变它们的位置的。为了看清 PCB 上的芯片型号，清理这些胶水我用了1个多小时。这块长方形的是一块导热硅垫，让热量能够传递到外壳，不至于在内部聚集。这个插头是充电均衡的电线，断开以后触发了安全保护，整机就断电了。5支21700电芯是串联的连接方式，它们都取得了 CE 还有 3C 的认证。单个电芯的容量是4900毫安时，有 17.64 瓦时的能量值。单个电芯的重量有 67.5 克。这个固定装置从外观上面看有足够坚固的结构。PCB 正面的电子元件不多，但是能够看出来 PCB 的设计还是足够规范的。C2 口的这根编织线是用一个7 pin 的连接器与主板连接的。底部外壳的里面也有很多的胶水固定电芯，所以日常使用的那些震动很难让电芯的焊点出现脱落的情况。在 PCB 的底部还有一块连续的导热硅垫，它覆盖了整个 PCB 的面积，而且导热硅垫的底部还有一块铜箔来分散热量。这能看出25号 SE 在散热上面是足够用心的。它的这颗物理按钮和外壳的材质是相同的，在里面利用的是材料自身的弹性，自动复位。C2 口的编织线在根部有注塑成型的固定装置，普通的拖拽力度是很难把编织线给拔出来的。所以把编织线当作手提的绳子，你不用太担心它会脱落。完全拆空以后，剩下的外壳还有 59.8 克。我刚才说它用了一个逆向的卡扣，就是这个位置。这种卡扣撬棍插入以后，反而是会越来越紧。切开的这个部位还是电池的区域。从截面看，除了塑料外壳，还有缓冲泡棉和柔性胶水。这个面距离电芯会更近一点，但是它的厚度达到了 1.9 毫米，对电芯的保护上是有足够的机械强度的。25号 SE 用了3个 NTC 温度传感器，检测电池的不同位置，它们相互备份容错，可靠性是比较高的。
PCB 的正面主要是各种接口，还有 MOS 管以及其他的电子元器件。PCB 的背面在这个位置是电池的保护芯片，型号是 CM1351，它自带电池均衡功能以及各种保护功能，还有电池和 NTC 断线保护的功能。在这个位置是主控的 SOC， 型号是 IP5385， 它支持各种快充协议，还集成了升降压的驱动。在这个位置是4颗升降压的直行 MOS 管，型号是 A1R3041BE。正面的2颗大滤波电容用的是固态电容，升降压的电感用的是磁环扰制的，漏感会比较小，也就是说对外的干扰就会比较小。这是主板正面的输出连接器，还有电池均衡电路的部分。好了，这就是酷泰科25号超级电能块 SE 的全部拆解和测试。我来拆解，你来评价。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